我50多岁的爸爸要结婚了，就在妈妈去世3个月后。丹丹，你理解理解爸爸，爸爸还年轻，不可能一辈子单身啊。再说，你小岑阿姨都怀孕了，我怎么可能让她一个人呢？我愕然。小岑阿姨掠过爸爸，我看向她身后那个微微显怀的女人，她分明是小我2岁的学妹啊。下一秒，江岑羞答答地从包里掏出张纸递给我，丹丹姐，我上周刚去香港做完检查，孩子已经18周了，是个男孩。我接过那张 B 超报告，只扫了一眼就还给了他。所以你们俩这是在我妈走之前就好上了。我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一丝情绪。江岑低头不语，我爸却一把挤开我，搂着他的小女朋友，大嗓门道：林丹丹，你什么意思？质问起你老子的私事来了是吧？我压抑着胸腔里的愤怒，我再问一遍，你俩什么时候好上的？林丹丹，我给你脸了吗？爸爸的嗓门又往上提高了8度。我今天就是过来通知你一下我和小岑要结婚的事，又不是需要你批准，你搁这儿审问犯人呢？眼看着战火一触即发，江岑微微挣开我爸的怀抱，向我走近了2步。丹丹姐，你别多想，阿姨走后，叔叔一个人多可怜，你也不是不知道，现在多一个人照顾他不好吗？再说了，他抚摸着微微凸起的小腹，医生说我这一胎是男孩，你很快就会有一个弟弟了，等你以后嫁了人，也多了个替你撑腰的娘家人，这不好吗？什么？就你肚子里那团肉，还弟弟？先不说老头子50多了还能不能让你怀上是第一个问题，再说了，你真以为我需要靠一团眼睛鼻子嘴巴都还没发育完全的胚胎给我撑腰？真是笑话。许是我不屑的表情太过明显，我爸摆明了要替江岑出头，叫什么丹丹姐，现在你是长辈，他是晚辈，等我们结了婚，他叫你一声妈都是可以的。见我又要开口，我爸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好了好了，改口的事先不急，今天我们来，除了通知你我和小岑的婚事外，还有一件事。他摊开右手往我面前一伸，之前给你的房本呢？拿给我，我要重新拿去过户。我爸口中的房本包括2套郊区的别墅，5套市中心的房子，3个商铺，总价值超过1亿，全部在我妈去世前2个月，逼着我爸答应了将夫妻之间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全划拉到我名下。当时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爸也不算老，才50多岁就被完全剥夺财政大权，会不会太残忍了？现在想想，还好有我妈当初的坚持。这不，好戏开场了。我微微一笑，房本？你说的是哪个房本？过户成谁的名字？我爸双手在空中一挥，就那个几个月前你妈在医院的时候。哎呀，我说了你也不知道，你把他们都拿过来，我自己挑。我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你觉得这种东西我会留在家里吗？当然是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了。那你现在就去一趟银行，把他们拿回来，我还要去趟房管局呢。哎呀，算了算了，我跟你一起去，也省得你来来回回跑了。说完，我爸就拿上车钥匙，往大门口的方向移动。走了好几步，一回头，发现我还在原地。嘿，你没听到吗？我让你跟我一起去银行，早点把事办了。我看了眼新做的指甲，慢吞吞地吹了口气。我只是问你哪个房本，又没说真的要给你，你激动什么？林丹丹，我爸3两步跨回到我跟前，你搞笑呢？我让你把房本拿出来，你听到没有？那本来就该是我的，老子爱给谁给谁。你当真以为你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了吗？说完，他还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江岑的肚子，而江岑也非常配合地撑着肚子往前又挺了挺，就像是在宣示主权。很好，你不提我还差点忘了，这儿还有一个等着继承你林国栋财产的胚胎呢。可惜啊，可惜，不管是唯一也好，唯二也罢，你现在2手空空。我看等他生出来后，还能来继承些什么东东。那天，我爸和江岑在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捞到，2人是灰溜溜的离开的。待他的车子消失在监控镜头，我立马打开了家里摄像头的备份，因为我家是做珠宝生意的，因此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我现在就想知道，江岑那个贱人是什么时候和我爸勾搭在一起的？认识他还是在8年前，那个时候我大3，而江岑作为大1新生刚刚加入校学生会，他经常向我请教问题，一来二去的我俩就熟了。可等他大学毕业回了老家后，我俩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也许是因为工作忙吧。后来再有他的消息，就是听说已经结婚了。今年上半年，已经6年没见过面的江岑没有任何预兆的，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来了行事，想见一见我。见到江岑时，我大吃一惊，完全无法将眼前这个形容憔悴、满身伤痕的人和6年前那个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联系在一起。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是她老公，还说家暴对她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也是这次打得狠了，她才逃了出来，发誓再也不要过那样的日子了。我问她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她说想先找个工作安定下来，再慢慢起诉离婚。见她一个人在行市人生地不熟的，又带着一身伤，我脑子一热，就把她带回了家。就这样，江岑在我家一住就住了大半年。她这个人吧，嘴甜，会来事儿，也很勤奋，刚来不久就自己找到了工作，眼看着她越来越好，工作上了正轨，离婚证也拿到了手。我妈闲得无聊，就开始琢磨给她再介绍个对象，可江岑总是笑笑拒绝了，说自己刚跳出一个火坑，还不想那么快又跳进另一个。他分明是看上我爸，一个比他大了20多岁的老头子，他图什么？我一边翻着监控记录，一边想不通。6个月前，也就是我妈去世前3个月，那个时候他刚刚查出了癌症，开始住院治疗。我估计也就是那个时候，给江岑和我爸创造出了机会。我快进着视频，直到4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那时正是夏天。我看着视频里的我爸，先是一个人在客厅里喝酒，过了一会儿，穿着清凉的江岑就从房间里出来了。他走过来跟我爸说了2句什么，我爸就开始给他倒酒，一来二去的2人就喝上了，然后越挨越近，举止也越来越亲密，最后直接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啃在了一起。我按下了暂停键，看着监控右上角的时间，7月29日，我翻出手机查看记录，发现那天正好是妈妈做手术的日子。我记得那天我一直在医院里守着，下午的时候爸爸说有点不舒服，先回家休息一会儿，让我等手术结束后打电话给他。可是之后他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原来我的好爸爸
在我妈跟死神搏斗的时候，正沉醉温柔乡呀。而且凑巧的是，我妈做完手术的第2天，正好是她提出要将房子过户给我的日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一晚我爸刚好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因此他没有任何反驳的就在过户协议上签上名字。我握紧拳头，忍着恶心将监控拷贝了好几份，渣男贱女全都给我滚！想着两人在我这里没捞到好处，肯定还会有下一步动作。我先一步行动通知了公司的财务小张，没我的允许，不准让我爸从公司账面上只走1分钱。挂完电话，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将事情告诉我男朋友宋阳，以免被人借着我的名义从他那里捞钱。2天后，我突然接到了小张的电话，果然我爸去了公司，幸好我提前给他提了个醒，这才没让我爸的诡计得逞。任他如何砸杯子甩脸子，摆老板的谱，小张都坚持住了，没花给他1分钱，最后还叫来了保安把我爸请了出去。我心中一片虚息，他闹成这样，是连脸都不要，直接豁出去了，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怀的男娃？当初我妈生下我后，我奶奶一看是个闺女，就让我妈好好休养身子，争取来年再战，抱个小子。我妈当时就说了，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反正家里正好是做珍珠生意的，来个闺女不正好是掌上明珠了吗？我爸拗不过我妈，笑话，公司是我外公外婆一手创办起来的，他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呢，哪儿敢对着干呀？可估计从那时起，没有儿子的那根刺就在心里扎下来了。因为我发现从小到大，他对叔叔伯伯家的侄儿都远远要比对他亲闺女好。自从我爸接二连三的碰钉子之后，我就一直等着他的下一步行动。这天是我爷爷的80大寿，虽然我跟那边的亲戚关系不咋地，可老人家这种大日子还是不能缺席的。我估摸着今天的宴席不会那么简单，寿宴是在酒店的包间里举办的。推门进去的时候，我瞥了一眼，人不多，就2桌，什么叔叔伯伯姑姑的拖家带口全来了。然而让我意外的是，江岑居然也在，他到底以什么身份来的呢？见到我爸装作没事人一样，我暗想，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一餐饭吃的还算顺利，酒过3巡，我突然听到爷爷在叫我的名字，丹丫头啊！我心中呵呵2声，好戏终于要上场了吗？丹丫头啊，你跟宋家小子的事儿什么时候办啊？爷爷问。我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说，不知道啊。本来是计划的明年初，妈那件事以后，我想着要给他守孝，就提出来推迟婚礼，宋家也同意，至于具体时间再议吧。见我提到我妈，爷爷老脸上多了几分不自在，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接着说，你看啊，当初你妈生病脑子糊涂了，让国栋把房子全部转到你名下，虽说是为了满足你妈生前最后的心愿，可这么大件事儿你们谁也没跟我商量一下就办了，这不好吧？按我说，这房子的事儿咱是不是应该把它改回来啊？好歹你爸也是和你妈20多年的夫妻，一路走来的艰辛我们都看在眼里，那些房子本来就该有你爸的一半，至于另一半你妈那部分呢，按照这个国家继承法规定啊，配偶和子女都有份。这样吧，今天趁着大伙儿都在，爷爷呢就主持一下公道，我做主了，你妈那部分全都留给你，你爸1分不要，但是你爸那一半呢，你得还给他，怎么样？我这样的分配还算合理吧？席面上的人纷纷附和着，说老爷子对这个孙女士真好，一个女娃娃还给她留那么多钱，反正女娃早晚都是要嫁人的，要那么多钱有何用？还不如帮衬叔叔伯伯家的堂兄弟。爷爷满面红光的听着众人对他的评价，脸上笑的褶子都多了2条。我爸也不例外，坐得板板正正的，听着一帮亲戚对他的恭维，仿佛车子房子票子都已经到手了似的。我看着这一切，觉得有点好笑。慷他人之慨是什么意思？我今天总算见识到了。林国栋和我妈20多年的夫妻是没错，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均分也没错。可我妈留给我的那些房子，大部分都是我外公外婆留给她的呀。我妈处置自己父母留下来的资产，为什么要跟你商量？当年外公外婆相继去世，没有留下遗嘱，指定将房子留给我妈，因此按照法律规定，这些全都成了我妈和我爸的夫妻共同财产。好在我妈深谋远虑，直接将房子全部划到了我名下。既然是我外公外婆挣出来的家当，现在又合法合规的在我名下，我是脑子打铁了才会将他们让出来，留给林国栋去养那个小杂种。我微微一笑，不好意思啊，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是不会让出来的。一帮人脸上的笑一下凝固了，爷爷急忙道，我都说了不全要，这不还给你留了一半吗？做人不要太贪心了。我笑笑，可我就是贪心怎么办呢？要不你把你那份身家也留给我吧。我笑笑，可我就是贪心怎么办呢？要不你把你那份身家也留给我吧。虽然知道没几个钱，但多少都行，我不嫌弃。你爷爷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姑姑赶紧给他拍胸口顺气，单丫头也太过分了吧？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还好今天这里都是自家人，不然到时候你这不孝的名声传了出去，我看你未来婆家还会不会同意你进门？大伯母阴阳怪气道，这就不麻烦你操心了。我跟我男朋友还有未来婆婆感情好着呢，他妈妈天天念叨着恨不能早点把我娶回家，还说他们家可以没有他儿子，也不能没有我。婶婶听闻撇了撇嘴，既然你都那么有钱了，未来婆家对你也看重，你就不能稍微松松手，让一些给你爸爸吗？你也知道你马上就要有弟弟了，他不提这弟弟还好，一提我就更来气了。弟弟？哪个弟弟？谁不知道我妈一辈子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儿，哪里冒出来的小杂种也敢自称是我弟弟？这话可一下惹恼了我爸，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不管你认还是不认，你曾一肚子里揣的就是你林丹丹的弟弟，就是我老林家的根。怎么你做姐姐的吃香喝辣，却连口汤都不舍得留给你弟？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当初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应该把你扔粪坑里淹死。嘿，我这暴脾气给你脸了是吧？林国栋伏低做小了一辈子，我妈一走你就露出真面目了。我妈怎么没把你一起带下去？江岑肚子里那坨肉是我逼着让你俩搞出来的吗？既然不是，那跟我有屁的关系？谁弄出来的谁负责，负不了那个责就别装什么大尾巴狼，让他去公安局告你个 QJ， 再要求个几10万的赔偿也不是不行的。我爸闻言一下转头看向了江岑，不是，我怎么会呢？可我爸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真的吗？我不信。我笑笑，拎着包直接走出了包间，剩下的就让他们狗咬狗吧。撕破脸后，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听到我爸那边的消息。
我一度以为他们放弃了，逼我去过户这种事，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不可能。与其跟我耗时间，还不如趁早找别的出路赚钱呢。我大学毕业后接手家里的珠宝生意也不过6年时间，只要肯干，不是没有机会东山再起。渐渐的，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经过2家商量，我和宋阳的婚礼也推迟到了明年的国庆。虽说看起来还早，可该准备的一些东西还是得尽早准备上。就比如说婚礼上需要佩戴的珠宝，我和宋阳2家都是做珠宝生意的，定制个项链、耳环、戒指什么的，不用找别人就能办好。可是有一件珠宝，我却想找更好的设计师来替我完成，那就是婚礼上要佩戴的王冠。2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们一家3口去澳大利亚旅游，路过悉尼的一家珠宝店，当时的我就被橱窗里一颗美丽的宝石吸引住了，怎么也挪不动脚。妈妈笑我不愧是她女儿，小年纪就有如此欣赏能力，然后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店里。后来的故事就是在那个首都房价才2-3千1平米的年代，我妈刷直接刷掉了200万买下了这颗 Fancy Vivid 的3克拉阿盖尔粉钻，说要留给我做嫁妆。如今妈妈已经不在，可我却希望她留给我的这颗钻石能够代替她出席我的婚礼，做王冠上最耀眼的主石。宋阳知道我的心愿，特意托关系找来了我最喜欢的台湾珠宝设计师套，他以前的作品获得过不少国际大奖，还被全世界的收藏家所收藏。见面的当天，经过短暂沟通，超提笔就在 iPad 上画下了几个简单的构想。然而，若是需要更精细的设计方案，超则坚持要看到那颗粉钻的实物才可以。他说，任何一颗宝石都是有生命的，它需要与被设计的对象进行面对面的观察与沟通，才能迸发出独一无二的灵感。没法，我只好回家去取那颗粉钻。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经过一道又一道安保措施，最终打开我书房的保险柜后，我却发现那颗价值不菲的粉钻居然不翼而飞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保险柜里几公斤的金条。贼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赶快翻看书房的监控视频，却发现2周前的一晚，监控被莫名其妙关闭了15分钟，15分钟后又恢复了正常。而诡异的是，我的报警系统居然也同时进了声，这是何方妖孽？有如此大的本事？我找到家里的保姆，问他2周前的那晚家里可来了人，或是有什么异常。保姆一开始支支吾吾的还不肯说，后来见我动了真气，才到2周前我爸是回来过一会儿。我勃然大怒，质问他为什么当时没告诉我。他委委屈屈的表示，他给我带了件神秘礼物，想缓和一下父女关系，让保姆帮忙保密。没有防备的保姆就放了他进来。随后的事就简单明了了，我电话通知了宋阳，说粉钻被盗，设计的事儿要延后。紧接着我就打电话报了警，警察来得很快，检查了监控系统，确实有被黑客入侵的痕迹，又检查了保险柜周围，可惜只提取到我的指纹。想来那个偷粉钻的人一定是戴好手套的，但是他百密一疏，警方在保险柜前方的地上提取到了2枚清晰的鞋印，一看就是男人的。书房是我家的禁地，保姆也不许进入。经过对比，那双鞋印就是我爸专用拖鞋的鞋印。警方立刻传唤我爸，问他那颗钻石的下落，可他却硬是咬紧了牙不承认，说自己没拿。那天晚上就是去给我送个礼物，压根儿没进过书房，还说那双鞋就在那里，谁都可以穿。你怎么知道不是什么小毛贼穿上然后栽赃嫁祸给他的？我冷眼坐在派出所里，看着他对着警察叫嚣你能奈我何的模样，心寒到了极点。我以为那颗粉钻代表了我们一家3口曾经的美好时光，是妈妈留给女儿的嫁妆，是她对我未来的期盼。我爸再怎么混蛋也应该不会有动她的念头。可是我错了，人性呐，在金钱和现实面前不堪一提。办案警察跟我说，因为监控被切断，而那2枚脚印也确实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们也还真的不能把他怎么样。宋阳这个没眼力劲儿的，早告诉你把粉钻放银行保险箱，我本来就烦，一听他这样说就更烦了，几乎是用吼的。老娘就想把他留家里不行吗？宋阳见我发了火，连声给我道歉，说对不起，他一时口快，不应该受害者有罪论。可我不吃他那一套，烦死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宋阳哄着我说让我放心，警察这边没线索没关系，他一定会把钻石给我找回来的。宋阳哄着我说让我放心，警察这边没线索没关系，他一定会把钻石给我找回来的。我问他怎么找，他说偷钻石的人拿到钻石后总不会一直压手里吧，只要一交易，那我们自然就知道钻石在哪里了，还能顺藤摸瓜找出背后的人。宋阳这话果真没错。只过了几天，我们就在同行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一个比利时来的珠宝商人最近走了大运，用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收到了一颗极品阿盖尔粉钻。收到消息的我和宋阳对视一眼，那颗极品阿盖尔粉钻就是前不久我丢失的那颗。等我们通过警方联系上那名比利时商人时，他一开始还不承认，直到自己是花了实打实的1000万人民币买下来的，就是他的东西了。听到1000万这个数字时，我都快要吐血了。在当年这可是一套北京4合院啊！经过警方与比利时商人的周旋，我们这边又出具了钻石的高清图、编号、当年的购买记录以及报警记录以后，果真是我丢失的那一颗。得知他购买的是赃物后，那人也是气得连连跺脚，还直嚷嚷。我说怎么会这么便宜，还以为捡了大漏呢。不行，我要报警。警方查看了他的转账记录，果然收款方就是林国栋，我爸。于是再一次的，我爸被请进了警局。一开始他还嘴硬，说那怎么能叫偷呢？那是20年前自己和老婆一起买的，他有1半的处置权。我冷笑一声，拿出母亲病危时他俩共同签署的文件，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着，除了那些不动产外，母亲私人拥有的所有珠宝首饰，包括20年前购买的粉钻等等，都归女儿林丹丹所有。看到那份文件，我爸一下淹了，喃喃道：“你妈真狠，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啊！”我冷眼看着他说：“不是我妈狠，是你绝情才对。钻石是追了回来，
但至于要不要起诉我爸，鉴于是家事，警察让我们自己决定。我这边还没想好呢，就听说比利时商人先按耐不住，把我爸给告了，因为他想追回那1000万，但我爸拒不配合。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当时就惊掉了下巴，我爸这么猛的吗？1000万呢，够他进去才几年缝纫机的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是他不想还，而是他压根还不了，因为那1000万丢了。要不说江岑也是个猛人呢，在听说钻石被找回来后，他第一反应就是这到手的1000万就要飞走了。于是他连夜给我爸留下纸条，说那1000万是他肚里孩子从小到大的抚养费和教育经费，他先拿走了。至于比利时商人那怎么交代？你不是还有个有钱的女儿吗？去找他呀。哦，对了，孩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好好生下来，抚养长大，到时候回来跟你相认的。据说我爸拿到纸条后，先是大骂了江岑一通，可思前想后，终究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因为江岑肚子里还怀着他邻国栋的种，他们林家的根。偷钻石的是我爸，出面卖钻石的也是他，最后还不出那1000万的还是他。偷钻石的是我爸，出面卖钻石的也是他，最后还不出那1000万的还是他。江岑以为他自己什么也没干，可以以孩子抚养费的名义拿着那1000万拍拍屁股走人。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那1000万属于赃款，第三人取得赃款赃物时，若构成善意取得，则不予追缴；若不构成善意取得，则必须追缴。抚养费虽然说得过去，但1000万的数额明显超过了杭市本地的生活标准，因此超出部分应当追回。但是在找到他之前，我爸还是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如果还不出钱，那等着他的必将是牢底坐穿。他只好又求到了我这儿，丹丹，这事儿是我做错了，但你真的能够眼睁睁看着爸爸进去吗？我冷笑一声，你问我干嘛？那你那个相好的啊，又不是我卷走了你的钱，他都能心安理得的看你进去。我作为盗窃案的苦主，我为什么不能？可我是你爸爸呀。林国栋急了，那又怎样？你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爸爸，找你们林家的根去。后来我爸还是想办法凑到了1000万，还给了比利时商人，商人也随后撤销了对他的指控。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冲去了宋家找宋阳，是不是你给的钱？我都说了不要管他，不要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好了，你怎么还给他钱？我气嘟嘟地说。宋阳好笑地拉着我坐下，我还不知道你，最多晾他的3-5天，哪还能真把你爸送进去啊？为什么不能？他都能干出那样恶心的事儿，我还不能让他进去几天受点教训啊？宋阳递给我一张纸，看看吧，这是什么？我接过来一看，白纸黑字的，还带着手印，欠条，我爸写的。宋阳嗯了一声，说1000万，写张欠条，不过分吧？你看上面还约定了详细的还款计划和日期，如果到期他不还钱的话，凭着这张纸随时都可以起诉他。说完，他将那张纸小心地放进文件袋，交给了我。给我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你的爸爸，还是由你来决定吧。怎么说呢？有了这个也算是多了重保障，他以后不敢再随便来招惹你了。我心情极好的将文件袋收好，但还是好奇的问他为什么不让我爸进去，才2天缝纫机。宋阳红了红脸，小声道，那不是因为如果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的话，会影响后代考公吗？可是我生意做得好好的，考什么公呀？咦，不对，宋阳你是不是别有所指？我好笑的看着他。宋阳嘿嘿的笑了2声，我想啊，在我们有生之年，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的吧？万一，你说万一上头要在全国挑选一批根正苗红的年轻人过去当个村官啊、乡长啊什么的，你说咱们以后的孩子是不是也有机会啊？可不能现在就把他们的路子给堵死了呀，嘿嘿。粉钻失窃的事就这样告一段落。虽然江岑那边还没有任何消息，但我爸这里暂时也没出什么幺蛾子。年底的时候，我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遇到了一个老同学，他跟江岑是老乡，我就顺便向他打听起了江岑的过往。什么？你不知道吗？哎，不过你不知道也正常，他又不是什么名人。老同学给我描绘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江岑，在父母要求下，大学毕业后回了老家，不多久就考上了当地的编制，有了一份安稳的体制内工作。随后他又被安排相亲，嫁给了一个中学老师，事业有了，家庭也有了。你以为这江岑就该踏实下来好好过日子了，对不对？可她偏不，她看不上那老实巴交的丈夫，觉得他没出息，赚不了大钱，转头就跟他们单位里的一个小领导好上了。因为小领导不但有点权，而且还有钱。两人的地下情持续了几年以后，终于被江岑老公发现了。他闯到他们偷情的地下车库，将江岑拖出来就是一顿暴揍，被其他业主看到后拍下来传到了网上，这终于包不住火了。江岑和他领导偷情的事很快就成了他们当地最大的桃色新闻。这下江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保不住了，家也回不去了，本来城市就不大，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索性他一咬牙买了张票就直奔杭市来找我了，还立了那么个家暴受害者的人设来骗取同情心。知道真相的我当时的那个后悔劲儿呀，别提了。要不网上说要少介入别人的因果呢，这不帮忙给自己帮出个小妈来了。另一边为了还债，我爸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淘珍珠。怎么说之前也是做了20来年的，即使这几年退休后好吃好喝的养了起来，但有些东西重新上手还是很快的。就被我赶到了自家的珍珠养殖场去，乖乖的从头做起。我偷偷去看过几次，见他大冷的天穿着围裙戴着手套在那里直播开珠子，人是瘦了不少，但精神头却不错。看来治疗失恋和背叛最好的良药还得是事业啊。就这么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说可能有了江岑和孩子的消息。我这才想起来，对啊，江岑肚子里那个孩子，算日子应该已经生了吧。等我赶到警局的时候，我爸也刚到。哟，我前脚刚说完事业是男人最好的疗伤药呢，他后脚又原形毕露了。办案的警察给我们看了一段监控录像，一个女人半夜驾着车去福利院门口扔了一个婴儿，在她转身上车的瞬间，视频被按了暂停，再放大，那女人俨然就是江岑。我和我爸大眼瞪小眼望着警察，这是视频是绅士警方发过来的，通过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分析，基本确定了视频中的女人是你们一直在找的1000万失窃案当事人江岑。她遗弃的那个孩子，我们怀疑就是你爸爸和江岑的亲生孩子。我震惊了，这都什么人啊，自己的孩子也丢，不是拿了1000万吗？那么多钱还养不起。本着看好戏的心态，
我提出和我爸一起去一趟申城。当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利院，看到那个孩子时，我爸瞬间就绷不住了，挺大的男人，哭着就要上去抱抱。福利院的老师尴尬地看着他和一起来的警察，这确定是你家的孩子吗？我爸摸了把眼泪，抽着鼻子说，没错，就是我林国栋的孩子。你看这大眼睛、高鼻梁，还有小嘴，跟我小时候是一模一样。我翻了个白眼，才1个多月大的婴儿，你能看出来个屁？虽然是警察陪着来的，但按照流程，我爸还是需要和小孩一起做个亲子鉴定，才能把他领回家。而结果出来需要2个工作日。临走前，我爸抱着小孩亲了又亲，嘴里还念叨着宝宝乖啊，过2天爸爸就接你回家去。看得我是好一阵无语。林丹丹啊，林丹丹，这场戏就非看不可吗？同时，申城警方也通过追踪那辆车的车牌号，找到了江岑。也许是刚生过孩子的原因，才几个月没见，江岑肉眼可见的更丰满、更富态了。想来有了那1000万，他的日子应该过得很是滋润吧？贱人，卷了我的钱就跑，害得老子一把年纪了还要出来打工还债，你居然还把孩子给丢了！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一旁的警察又怎么会让我们如愿呢？当场就将他俩隔了开来。警察一边警告我爸不得生事扰乱他们办案的秩序，一边就开始审问起了江岑。第一，那1000万在哪？第二，为什么扔孩子？江岑在听完警察问的问题后，大笑了起来。林国栋，也是我运气不好，1000万我花掉了一些，剩下的你都拿走吧。至于孩子，我本来也没打算养，你要是想要，就带回家自己养去吧。说完这些话后，他就开始保持沉默，无论问什么都不回答了。没办法，警方只好先把他收押了起来，准备过几天我们回杭市的时候再一起将他带回去。2天后，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林家宝。没错，林家宝。这就是他过去2天给那小孩新取的名字。可宣布结果的时候，却让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林家宝，哦不，那个小孩，鉴定结果是和我爸完全没有血缘关系。我爸懵了，我却在心里有了个隐隐的想法。再次见到江岑，在得知我们刚做完亲子鉴定，而结果显示福利院那孩子和我爸完全没有血缘关系时，他叹了口气，纸还是包不住火啊。这回他终于没有再隐瞒，将事情的原委一一道来。当初江岑和他上司偷情的事被曝光，他挨了一顿打后，就跑来了杭市投奔我。一开始他确实是想着找个工作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可习惯了老家清闲事业编的江岑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新工作的高强度。他在杭市除了我又没有其他的诉苦对象。在几次被领导骂了后，江岑就走进了酒吧借酒浇愁。也是在那里，他和一些男人发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发现大姨妈迟到1周后，江岑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他偷偷买来验孕试纸，而那上面清晰的2道杠却狠狠地打碎了他最后的幻想。可怜的他，却连孩子父亲的脸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郁闷了2天的江岑正好撞见我爸一个人在家喝闷酒，想起我那在医院抢救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的妈妈，又想起我家的公司、我家的别墅和车子，自以为天降馅饼的他思考再三，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向我爸走了过去。故事说到这里，我爸气得抓起桌上的杯子就要扔过去，被眼疾手快的小辅警一把拦了下来。干什么干什么呢？当这是菜市场吗？都给我坐好！我爸指着他，气得手抖。合着一开始你就是打着让我给别人养儿子的目的啊！你个臭不要脸的婊子！难道你没有爽过吗？江岑一副不屑的样子，还不是怪你自己好色，我又没有逼你脱裤子，你管不住裤裆里那玩意儿。好了好了，不要吵！一起来的警察发话了，那后来呢？你拿到1000万离开了杭市，怎么又跑来申城把孩子扔福利院了？江岑狠狠道：那个小兔崽子，我压根儿就没想要，我连他爹是谁都不知道。我留着他不是给自己添堵吗？要不是以为还能从林国栋这儿捞点，我也不用陪他演了那么久的戏。拿到1000万后，我离开了杭市，本来想找个地方打胎的，可大医院我不敢去，怕留下记录，小诊所又嫌月份大了不敢接，没办法，我只好把他生了下来。我没有打掉他，还给了他一条命，又把他送去了福利院，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居然会这么快找上来，还做了亲子鉴定，哈哈哈哈。都是命啊！江岑疯了一样仰天大笑，很快就被带了下去。回到杭市后，很快江岑的处理结果就出来了。他因为掩饰犯罪所得收益罪和遗弃罪2罪并罚，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罚款若干。而那孩子，亲妈都进去了，亲爹也不知道是谁，自然就是由福利院继续照顾喽。我给他们捐了一笔钱，不为别的，就是觉得福利院那些孩子都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些吧。至于我爸，江岑拿他当冤大头的事已经在我们圈子里传开了，可惜他心心念念了那么久的男娃，林家的跟到头来还是别人的孩子。为了一个捞金女和别人的孩子，跟自己亲闺女反目成仇，让他成了本年度杭市珠宝圈里最大的笑话。不少家庭引以为戒，男人们被自家老婆拎着耳朵警告要洁身自爱，否则林家老头子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至于那1000万，我们只追回了800多万，剩下的100多万早就被江岑花光光了，因此那笔债还是落在了我爸身上。他现在吃住都在养殖场上，就为了能早一点赚够钱还债。宋阳偷偷去看过他一次，说我爸正穿着防水围裙和雨靴混在一大群工人里捞珍珠蚌呢，还说短短几月未见，他就老了10来岁的样子，精气神都被抽走了一半。想来没了那个儿子对他的打击应该还是挺大的吧。宋阳问我打算和我爸就这样一直互不往来吗？我白了他一眼，反问他要是宋爸爸在宋妈妈重病的时候还和其他女人搞3搞4，差点给你整出个弟弟来，你还会不会轻易就原谅他？宋阳叹了口气没有说话，我却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既然裂痕已经产生，那怎么样都是不能修复的。至于未来会怎样，我们就交给时间，让时间来决定吧。